和美国、澳大利亚完成南海联合巡逻后，菲律宾感觉自己又行了，不对外秀一下肌肉，总觉得少点什么。12月9日，做足准备的菲律宾再次动手，出动3艘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公务船侵闯黄岩岛临近海域。中国海警依法对菲律宾侵闯黄岩岛临近海域的3艘渔业和水产资源局公务船实施管控措施。菲律宾船只被早有准备的中国海警船迎头拦截驱离，中国海警3305船和3302船甚至左右开弓，同时对菲律宾强闯船只发射水炮，距离近，火力猛，场面相当霸气给力。水炮拦截驱离的更多现场视频公开，中国海警这次强势拦截令人大开眼界，再也不是无线电警告，而是采用近距离水炮袭击。从菲律宾方面拍摄视频看，中国海警船水炮几乎是贴面发射，双方船只相距可能不会超过10米，被浇个透心凉的菲律宾公务船船员无处可逃，在镜头面前又不敢太怂，只能看着水柱方向及时调整位置，或者干脆把舱门打开抵挡水炮攻击。在绝对实力差距面前，狼狈不堪是必然的，不仅船员无法在甲板上走动，就连驾驶舱也在水炮喷射下挂上一片水雾，视野受影响。菲律宾强闯黄岩岛的公务船确实一点脾气也没有，还好中国海警比较克制，将水炮抬高，并没有对着驾驶舱进行长时间喷射，否则这种小破船也架不住长时间冲刷。菲律宾方面声称，在距离黄岩岛 2.59 公里到 3.51 公里处时，中国海警船发射水炮，对菲律宾渔政船的通信以及导航设备造成严重损坏。中国海警更是释放了刚性充气艇，驱离等待菲律宾渔政船发放燃料补给以及食品供应的菲律宾渔船。甚至中国渔船还对菲律宾渔政船使用了远程定向声波驱离装置，导致一些菲律宾船员暂时严重不适以及丧失行动能力。今年初，菲律宾还称中国海警船使用激光武器照射，同样导致菲律宾船员失去行动能力，最后证实所谓激光武器只是激光测距仪。只能说编故事菲律宾是专业的。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，12月10日，菲律宾2艘海警船、1艘公务船和1艘运补船企图向仁爱礁非法坐滩军舰运送建筑物资，以不安全、不专业方式执意冲闯，严重违反国际海上避碰规则。中国海警依法依规对非船只进行规制，拦阻非海警船，抵近查证非运输船，现场操作专业规范、正当合法。菲律宾众议院6日通过决议，谴责中国在南海的非法行动。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说，菲律宾众议院通过的所谓决议在涉海问题上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、歪曲抹黑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菲律宾派军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，频繁派船只非法闯入仁爱礁临近海域运送建筑物资，企图加固坐滩军舰，这严重侵犯中国主权。中方将继续依据国内法和国际法，采取必要措施，坚定维护自身的主权。显然，菲律宾在黄岩岛挑事蓄谋已久，而且已经有了一套完善的动员机制，比如先是派几十艘渔船以插渔为名集结在黄岩岛周围，然后师出有名，由渔政船对渔船进行油料和食品补给，想以这种方式强闯进入黄岩岛12海里，进而在黄岩岛实现事实上的存在，然后再配合各路媒体进行拍摄，事后剪辑成宣传片，借助西方舆论优势将自己包装成受害者进行炒作，流程清晰，现实中也已经操作过多次，只不过一而再的套路没有新鲜感。中方在黄岩岛早就严阵以待，不仅再次在黄岩岛东南入口处部署了浮动屏障，还对送上门的菲律宾公务船毫不手软，直接动用水炮阻止他们的挑衅行为，
大冷天被泼了一身海水，应该不好受。菲律宾媒体最近声称，该国的所谓圣诞船队已经开始集结，并向所谓的西菲律宾海进发，企图来仁爱礁海域过圣诞。菲媒声称，第一批船队已经从马尼拉出海，前往巴拉望岛方向，船上搭载超过40名所谓志愿者，预计该船会在巴拉望岛与其他船队会合，组成40出船的队伍，再加上100名渔民。这支圣诞船队正浩浩荡荡直奔仁爱礁而来，船上还搭载了所谓的补给物资。菲媒声称，该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开始要求船队不要去仁爱礁，理由是安全问题，不过后面同意了，但前提是船队只在附近活动，不要进入争议水域。然而以菲律宾一贯的做派，这一次很大概率又会夹带私货，不排除还是会带上西方媒体，并且有可能又要偷运建材。另外，在这40艘船涌向仁爱礁的同时，菲海警、海军以及补给船很可能也会有动作，到时候菲方大概率又会在仁爱礁造势。现在南海已经集结了大批中国渔船，前阵子菲律宾就指责135艘中国渔船集结在牛轭礁水域，这些渔船一字排开，要论阵势的话，肯定只会比菲律宾的那40艘船更加壮观。今年伏季休渔结束之后，南海渔船千帆竞发，纷纷前往各个海域捕鱼。中国渔民渔船都很自觉，很多时候会主动帮着维护祖国海疆。现在渔船们已经恭候多时，菲律宾有民间力量，我们也有爱国渔民。菲律宾船队这时候来挑衅，肯定是吃不到好果子的。近期在联大现场，中方就南海问题表态，耿爽大使重申中方对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主权，并指出菲方军舰非法坐滩24年，承诺拖走却没有兑现的事实。而外交部也明确中方对南沙群岛等的主权，并指出已就仁爱礁等问题向菲方交涉近100次。然而菲律宾无视中方一直以来的关切，继续炒作南海问题。最近南海舰队有大动作，多艘022导弹快艇组成编队，转战多个海域，展开了实战化演练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火力全开，就是要发出一种强力信号。说到这次演习，南海舰队的目标可是很特殊的，那就是打击武装渔船。这效率和强度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，针对的也不只有一方势力。南海能有什么武装渔船需要用大炮打蚊子，直接排出022导弹艇呢？当前的菲律宾呢，有点掂不清自己的分量，再加上那艘非法坐滩军舰已经时日无多了，于是就开始疯狂在南海挑事。前段时间菲律宾还说要组织40艘民用船只，给非法坐滩军舰送圣诞礼物。而这些所谓民用船只，谁都能看得出来，那就是披着羊皮的狼。所以南海舰队这次模拟打击武装渔船，也是给这些浑水摸鱼的人发出一个最清楚的警告。与此同时，美国海军滨海战斗舰试图擅闯我国仁爱礁临近海域，菲律宾可能觉得美国在给他们撑腰吧。不过马克思可能真的要失望了，美国这一挑衅行动跟菲律宾也没啥区别，在解放军面前根本不够看。小马克思总是在做南海的文章，不外乎就是要捞取政治利益，迎合美国的需求。但是菲律宾一再挑事，结果只能是自讨没趣，而且破坏了中菲关系，菲律宾经济上就会受影响，最终就是菲律宾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这种后果美国肯定是不会买单的，所以菲律宾只会得不偿失。